男人拼尽全力击杀魔龙，就在以为事情结束的时候，没想到魔龙竟有着自愈的能力，被砍断龙头的伤口正在不断的蠕动。男人一拳击打在地上，以发泄心中的不甘。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每个队友都牺牲了自己，可仍然无法改变结局。男人倾尽全力准备蓄力一击，可此时的他早已油尽灯枯。魔龙口中此时凝聚魔力，刹那间一股光柱爆射而出，紫色光柱瞬间将他吞噬。下一秒，男人被一桶冷水泼醒，看着眼前的环境，不禁怀疑自己回到奴隶时代。可奴隶制度早已废除，然而眼前的光头正是当时掌管自己的商人。男人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过去，看着默不作声的男人，光头挥拳就砸了下去。强烈的疼痛感让男人更加确信回到了6年前，所有故事的开始，冒险家的时代。海港城市就是冒险家的起点。有一天，神秘的传说门出现在世界各地，里面有着无数的奇珍异宝，但也充满着各种魔兽。即使里面危险重重，但人们仍然趋之若鹜。而那些人被称为冒险家。此时，沃克一行人来到了奴隶市场，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奴隶，一个可以充当诱饵的奴隶。在传送门内，无数的冒险家因为意想不到的变数而死亡，所以需要有人在他们逃跑的时候将注意力转移。这个计划得到了众人的同意。男人因为身体瘦小的原因，很不幸的被选中。随后，众人便来到了一处传送门。幸运的是，传送门还没有人进去，随即便用刀在树上划了道划痕，以证明已经有人进入。门内神秘的世界让他们异常兴奋，看起来完全就是一支新人小队。就在他们寻找出口的时候，一只血盆大口出现在他们的身后。很快，一名小队成员就领了盒饭。这一切完全出乎他们意料，因为传送门通常是在远离怪物栖息地的地方形成，可现在竟出现数量如此之多的魔兽。雷蒙德率先利用魔法杖形成火焰箭矢，射出的箭矢正中一头魔兽，这也为他们争取了一些时间。立马将2个奴隶绑在树上，趁着魔兽转移注意力的时候急忙逃走。可是他们并没有支撑多久，就倒在了魔爪之下。此时的沃克早已胆颤心惊，惊恐不已。泰隆让他冷静下来，只要团结一心，未必没有出路。就在准备扑的时候，一头魔兽赫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一爪就砸了下来，瞬间领了盒饭。雷蒙德准备再次射出火焰箭矢，一旁的魔兽吐出了长蛇，牢牢地将他锁住，无法挣脱。下一秒便成为了魔兽果腹之物。此时沃克早已被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战斗技巧都忘了。就在他只剩半截身体的时候，刚刚的奴隶竟出现在眼前，他仿佛看到了救命的稻草，可男人却是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。片刻过后，只见男人嘴角微微上扬，接着一跃而下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此时沃克终于知道他是故意的，对男人充满了愤怒。你以为你能离开这里吗？可下一秒便安静了下来。一人一兽就这样对峙了2秒半，可魔兽明显意犹未尽，接着便瞬间爆射而起。就在接触的千钧之际，男人一个突刺就贯穿了魔兽的身体。我绝不会死在这里。随即捡起了雷蒙德的火焰魔法杖，非常适合当前状态的自己，完美契合自己的技能水平。但是他知道冒险家应该拥有的不仅仅是武器，否则回归就毫无意义。突然他看到了一只靴子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有些人会把贵重的宝贝放在自己的靴子，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枚戒指，可以操控移动中的物体。此时闻到血腥味的魔兽围了过来，男人率先发起了进攻，首当其冲的魔兽瞬间被击穿，接着另外一头吐出了长长的舌头，男人急忙利用长矛抵挡，只见魔兽一发力就将它掰断。就在男人愣神之际，一只血盆大口出现在他身后，男人连忙侧身躲闪拉弓，射出火焰箭矢，接着只见他单手一挥，火焰箭矢在控制戒指的作用下随心异动，在男人的周围形成一个月环，瞬间贯穿了一群魔兽。就在他想着再次发动火焰技能时，魔法杖竟然不起作用，他没有想到这个技能居然还有冷却时间，不得已只能贴身肉搏。可这对魔兽来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，只能稍微阻挡他们的攻势。片刻过后，冷却时间结束，射出的火焰箭矢再次贯穿了魔兽。男人平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突然一道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：你不是普通的奴隶。男人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活着，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。女人看着他手中本属于雷蒙德的魔法杖，他不得不怀疑眼前的男人有什么图谋。男人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抱歉，你说错了，即使我有什么计划，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，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会杀了你们，绝不会饶恕像你们这样利用奴隶作为诱饵的人。回到海港城市后，男人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商业联盟，必须要解放自己，获得自由。命运的齿轮已经再次转动，他必须加快脚步，以免重蹈覆辙。此时阿比斯接到一个小弟报告，一个奴隶诱饵活着回来，而且毫发无伤，其他小队成员都死在地下城，他是唯一活着回来的人。听到这里，阿比斯觉得这个事情不寻常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逃跑，而是回到了这里。那些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的人，即使他们回来了，最终也会再次成为诱饵。这也就意味着他很清楚很难摆脱他们的控制，因为脱离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亡。当手下报告另外一件事情时，阿比斯明显一愣，因为他们所说的奴隶竟打开了第一个圆环。因奴隶对商人存在极大的厌恶负面情绪，他不得不担心会出现其他问题。此时手下再次说出了波姆的请求，这个要求也有些出乎阿比斯的意料，一个奴隶诱饵竟想注册成为冒险家，而且拉坎先生命令他亲自去调查此事。听到这话，阿比斯直接从椅子站了起来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商业联盟的高管竟会关注一个奴隶诱饵，他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因为那个事情。人类一直是金钱的奴隶，如果无法偿还借来的钱，那就通过劳动力来补偿。在波姆父亲因病倒下的那一天，
他就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。可以显示他通过赊账从商人联盟购买的药草，商人联盟却把他的定价为市场价格的数倍，波姆根本无力偿还如此巨大的债务，也就不得不强制为商人联盟执行等额的劳动，因此波姆沦为了奴隶。现在就是他复仇的开始。他知道现在坐在对面的是商人联盟的主管阿比斯，也是拉坎先生的左右手。阿比斯直接明确可以将他的合同更改为 F 级冒险家，但是波姆并不想跟着他们的节奏，直接说出自己想要的是1级。在过去的3年里，波姆作为奴隶诱饵探索了数百个地下城，而冒险家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活着回来，因为回来所带的信息比个人的功绩更重要。此时阿比斯不得不肯定波姆的生存能力，但也仅此而已，因为他们只是进入排名较低的地下城，他不认为波姆的生存能力能在高级地下城发挥作用。波姆感受到了他的轻视，他说出了那个只能5人进入的地下城。听到这里，阿比斯却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因为这个地下城至少埋了12支小队的骸骨，如果波姆能够体现出他的价值，他将同意他的请求修改合同条款。第二天，一支5人的小队集结完毕，作为队长的契夫对波姆表现得非常友好，并不在乎他作为奴隶诱饵的身份。他们此次进入地下城并不是为了击杀魔兽，而是为了捡回12支小队的道具，只要将找到的东西归还给商人联盟就能拿到报酬。此次的地下城内是茂密的森林，天空很明亮，但却非常沉闷。他们首要任务就是搭建基地，保证自身的安全。随即众人分为2组探索周边的地形，探索过程中并未发现任何魔兽级道具。契夫表示他们都是好人，并对波姆奴隶诱饵的身份表示同情，还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他们。波姆看着地上的一颗石头，默不作声。夜幕降临，众人进行了一番休整。此时一把篝火出现在波姆的身后，来人正是契夫4人。他们的狼子野心终于暴露了，原来波姆身上的魔法杖至少价值1万欧元，因此他们在刚刚他喝的水中放了安眠药，足以让100公斤的蘑菇陷入沉睡。就在他们以为猎杀游戏开始的时候，才发现刺中目标的感觉异样，被子下面竟是一根粗大的树桩。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树桩竟发生爆炸。不远处的一个黑影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刚刚的爆炸声引来了地下城的 BOSS 黄金粘液。只见他朝他们所在的位置猛然张开大嘴，本想拿回装备的众人不得已连忙逃离，基地在黄金粘液的破坏下瞬间面目全非，契夫等人只能疯狂的逃窜。他们在黄金粘液的面前犹如蝼蚁一般。突然，一道粘液向他们袭来，众人惊恐看着刚刚爆炸的位置，他竟然能够射出体内腐蚀性物质。罗伯特大喊着这是在作弊，竟然还会远程攻击。此时黄金粘液再次追了上来，现在要想打败他，就必须要找到他的核心。趁着粘液技能的冷却时间，马克斯掉头就独自一人冲了上去，紧接着一个闪现来到他的面前。契夫还想阻止，可一切都已经晚了。只见酸剑再次喷射而出，马克斯瞬间变成2截。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本应至少还有10秒的冷却时间，竟然提前结束了。下一秒，酸剑再次射向他们的位置，躲闪不及的众人瞬间化为了骸骨。躲在树桩后面的波姆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契夫的判断并没有错。然而，黄金粘液在吞噬物体后会变得更强，从而缩短了技能冷却时间。从现在他那庞大的体积来看，酸剑技能几乎没有了冷却时间。他也明白了为什么之前的12支小队都失败了，而且地下城里也不会有其他东西。这次的任务注定以失败告终。然而当他想起阿比斯那副丑陋的嘴脸，仿佛下定了决心。紧接着一支火焰箭矢不偏不倚地射中黄金粘液核心的所在位置，但因魔法抗性的原因并没有一击致命。看着眼前的状况，至少还要射中5次，随即便用绳子绑住了短刃，对此脸上充满着自信。面对突如其来的酸剑，波姆只能不停地躲闪，他必须精准无误地击中同一位置。对于普通的法师或许有难度，但有着心灵遥感戒指的他就能做到准确无误。爆射而出的火箭再次击中目标，吃疼的怪物也给予了反击，在躲闪的瞬间再次射出了火箭，火箭不偏不倚地命中。此时怪物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坑，接下来就是乘胜追击，在接二连三的攻击下，终于让怪物的核心暴露出来。就在他准备给予致命一击时，身后突然出来了一只大手，不得已控制甩出短刃改变方向，躲开了大手的攻击，稳定身形之后再次释放火焰箭矢。见状，粘液连忙用大手阻挡，只见波姆嘴角微微上扬，急速飞去的火箭竟绕开了他的大手，正中黄金粘液的核心，下一秒便瞬间爆炸开来。波姆则利用短刃锁定树上的位置，随即一跃而上跳到树干。片刻过后，波姆在爆炸的中心点发现一颗红色的珠子，在他的操控下来到他的手上，随即便出现一阵绚烂的红色光芒。此时波姆找到阿比斯汇报了进入地下城的情况，阿比斯有些无语，怎么又是他自己一个人回来？但任务还是判定为失败。波姆只能解释这次任务的成员都是新人冒险家，他们贪图我的装备，我只能逃离他们。他们似乎遇到了地下城的爆黄金粘液，所有的东西都被融化了。听到这里，阿比斯心里直骂娘，这是一笔不少的损失，而且问题是还活着一个人出来，这就意味这个地下城不能再次进入。原来地下城有着一些规则，首先进入的人数不能突破门柱上的数字，之后大门将被关闭直到里面的所有人都被消灭。其次，大门的难度等级根据其颜色而定，从红色到紫色难度不等，同时圈数高于大门难度的人不能进入。最后则是如果有人存活下来，地下城门将会被摧毁，不得再进入。虽然知道因为黄金粘液的原因不能找回里面的东西，但最终还是认定为任务失败。波姆知道他是不可能轻易松口，随即解开了自己的护腕，那个黄金粘液的魔法石我吃了。看着波姆手腕上的圈数，阿比斯露出了无比震惊的表情。
他竟然打开了第二道圈。波姆本想只是让对方兑现自己承诺，签订合同转职为1级冒险家，可阿比斯直接给了D级，并答应将会按照顶级冒险家的方向培养。原来冒险家的等级深受解开的圈数影响，圆圈代表着权力和力量，受到的待遇区别显而易见。同时，新手冒险家对应 E 级和 F 级，初级冒险家对应 C 级和 D 级，顶级冒险家则对应乙级和 B 级。阿比斯看出了波姆与他人不同之处，不可能只是因为吸收了魔法石就将圈数提升上去，与其说是生存本能，还不如说是压倒性的天赋，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之快的成长速度。刚解开第一道圆环，紧接着便解开了第二道，虽然现在比波姆预期的要快，但他知道留给他时间剩余不多了，因为接下来将会出现一个红色等级的地下城，需要100个人进行突袭，到那时候海港城市的各大工会都会关注此事。最后，波姆向阿比斯提出了一个请求，能不能借些钱给我？阿比斯一脸黑线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本以为波姆会用来购买自身的装备，结果却是直接走到了奴隶市场。在波姆前世的记忆中，虽然有人说地下城开启了冒险家的时代，但这全是黑魔法师的阴谋，无数的冒险家死在了地下城，扼杀了枫叶世界的未来。最后，所有等待时机的怪物都冲进了地下城，而这一刻并不遥远，所以波姆必须在此之前强大自己的势力。此时他找到了被称为疯子的迪波，没人愿意购买的奴隶，但是只有波姆知道，他是长府英雄艾兰首个也是最后一个徒弟，而他的被杀也间接加速枫叶世界的终结。正是因为眼前的男人，英雄杀手迪波，他和自己一样是为数不多最后一天才被关注的人，而这一次必将他收入自己的麾下。波姆问了他所需的价格，迪波说出来了100万，这一价格在波姆的意料之中。他知道迪波有个妹妹得了黑血病，急需用钱，接着毫不犹豫地掏出了100万。这一波操作直接把身旁的2人震惊住了，还以为是某个家族的富二代。迪波二话不说把合同抢了过来，连忙摁下手印，生怕对方反悔，接着便是要去讨伐地下城。突然波姆一脸严肃，我需要你证明你的价值。只见迪波咧嘴一笑，你将会见到从未见过如此努力的人。拿着长斧的迪波很是疑惑，自己明明擅长用剑，为什么却给了他长斧？波姆没有过多解释，只是让他和自己合作就必须使用长斧，否则合同终止。说着，2人便来到最多可以8人进入的地下城，而树上的那一道划痕则代表前一小队全军覆没。此时迪波还在纠结其他成员在哪里，应该至少会有治疗师吧。波姆一脸淡定地指向了他，只有你一个人。此时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一脚踢了进去。迪波怒骂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明明需要8人小队，现在才进来了2个人。波姆一脸严肃的表情看着他没有说话，而刚刚的声音也引来了大量的树桩怪，他们以坚硬的树皮而闻名，刀剑和长矛都难以刺穿。就在迪波正在盘算如何将他们击杀时，一支火箭瞬间贯穿了靠前的怪物，如此难缠的树桩怪竟被一击击杀，而且还是被群灭。这一幕完全颠覆了迪波的认知。片刻过后，眼前的树桩怪尽数倒下。波姆告诫身后的迪波，希望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而此时的迪波只想知道眼前的怪物到底是谁。另一边，一名手下正在向主人汇报，商人联盟上钩了，我们还在制定实施计划的时间，但我们已经选定了要派去的人，是否还需要继续？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，手下便消失在黑暗之中。月光之下，一个男人出现在眼前，一切都将按照那个人的意愿去做。为了枫叶世界的自由，此次战斗也收获了不少的魔法石。按照合同约定7比3的比例之后，也是笔不菲的收入。随即2人来到了一处树桩怪的聚集地，迪波一脸好奇地看着波姆，而波姆却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下一秒，迪波很识趣地举起长斧冲了上去，一击之下直接将树桩怪劈成2块。见状，其他怪物也围了过来。虽然击杀怪物游刃有余，但是心里却是暗骂这个该死的老板，竟让自己用从未使用过的武器。可只有波姆心里清楚，长斧才是最适合他的武器，因为他是长斧英雄艾兰唯一的徒弟。而事实正如波姆所预料的一样，长斧射程大，威力大，而且适应之后用起来感到无比轻松，击杀怪物更是得心应手。波姆知道他已经适应了长斧，在没有觉醒一环的情况下就能有如此的实力。突然，地面发生了强烈的抖动，一根巨大的树枝破壁而出，接着就向迪波砸了过去。迪波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怪物，一头巨大的树怪魔物出现在眼前。千钧之际，波姆将它抱了起来。在他看来，体积大小与威胁无关，体积大只会成为更容易击中的目标。紧接着，一支火焰箭矢爆射而出，却被树怪一个树枝甩边抵挡。波姆也没有想到他竟会如此敏捷，接着射出了第2箭。可即使操控箭矢绕到后方袭击，仍然被他轻松躲开，2次都未能击中目标，2人只能仓皇逃离。此时波姆也发现了问题在于树的分支，下一秒，一根树枝就朝他们砸了下去，2人瞬间倒飞出去。眼看另外一根树枝砸过来，在空中的他们根本无法2次躲闪。关键时刻，波姆利用心灵遥感戒指控制着一块巨石飞了过来，利用漂浮的石块躲避了攻击。此时小型树桩怪也围了过来，将小怪交给迪波之后，波姆就朝着树怪爆冲了上去。眼前箭矢就要击中目标，可还是被他抵挡住了攻击。然而下一秒，另一支箭矢继续朝树怪飞去，在他身上划出一道划痕。这一结果让迪波震惊不已。原来波姆知道，怪物的树枝移动速度比自己想象的要快得多，根本不可能绕开树枝通过缝隙攻击。然而此时的他已觉醒了第2环，就可以同时射出2支箭矢，在一支火箭后面藏匿着另一支火箭，不管他的速度有多快，都不可能像那样连续挡2次攻击。此时的树怪也只能疲于应付。
看着这一幕的迪波觉得眼前的男人更像是怪物，正是由于他的分心，让小怪朝波姆围了过去。可下一秒，一支箭矢就贯穿了他们。与此同时，树怪甩出一根树枝朝他砸了过去，他也只能连续跳跃躲闪。眼看另一根树枝再次向他袭去，千钧之际，迪波将他扔到身后，并顺势砍断了树枝。迪波还在刚刚的分心感到自责，刚刚我救了你，能不能收回刚才你责怪我的事？此时迪波的表现终于得到了他的认可，你看起来有点用了，那就一起上吧。随即便一起冲了上去。波姆救济重施一发双剑，眼看就被甩过来的树枝抵挡，紧随其后的迪波直接将树枝砍断。然而此时树怪竟两面夹击，在波姆的指挥下，一人负责一边，默契的配合将树枝击溃。可迪波还是被反应过来的树怪击中，失去平衡的迪波就要跌入血盆大口。千钧之际，波姆迅速操纵石块，但下一秒还是被击落。波姆不得已增加控制的石块数量，眼看树边再次砸了下来，迪波以闪电走位躲开了攻击，紧接着波姆的火箭干扰了他的视线。此时迪波也来到了他的眼前，下一秒就用长斧砍向他的眼睛。吃疼的树怪瞬间晃动起来，直接将他摔了出去。稳住身形的迪波看向了树怪，下一秒就朝着他的另一眼睛爆射而去。与此同时，波姆再次使用心灵遥感戒指控制长斧，长斧瞬间飞向迪波的手中，下一秒就朝着眼睛挥了过去。眼看树怪就向迪波张开大嘴，千钧之际，身后飞出了两支火箭，径直射入了树怪的口中，下一秒便爆炸开来，火焰瞬间淹没了整个树怪。另一边，一个少女对着眼前的食物祈祷。此时一阵敲门声传来，摆脱奴隶身份的迪波回到家中，喜极而泣，两人抱在一起。此时波姆家中躺着一具尸体，可他却是一脸的淡然。只见手中的魔法凝聚，房子便熊熊燃烧起来。与此同时，百人团的地下城正式开启，无数冒险家趋之若鹜。此时阿比斯对进入百人地下城的人选烦恼不已，因为里面更是有着史诗级或者更高的道具，排名前10的商人联盟都会关注此事，更会派出精英冒险家进入。虽然波姆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是他不敢冒这个险，如果失败，拉肯先生肯定会怪罪下来。突然一人推门而进，来人正是商人联盟的高层拉肯先生，质问阿比斯进入百人地下城的人选决定。虽然他也推荐波姆参加，可之前整个小队被团灭的事让阿比斯露出了担忧。拉肯直接表示可以再测试一次，到时候还会有很多目击者。原来测试内容是攻略40人的地下城，此时门前站满了无数的冒险家，可波姆两人因为奴隶的身份，其他冒险家表现得并不友好。阿比斯表示现在进行测试，就是给那些有能力的人一个机会，一个进入百人团地下城的机会。波姆还是一如既往的淡然，仿佛早已预料。而其他人听到百人地下城时表现得震惊不已。40人的地下城仍然是森林战场，为首的红金男小队以击杀 BOSS 为主要目的，而多兰小队则以清除一切障碍以提高击杀数量为目标。波姆两人则因为奴隶的身份，没人愿意和他们组队。突然一只蘑菇怪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多兰首先发起攻击，瞬间一股能量爆炸开来。可烟尘消散后，蘑菇怪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。多兰瞬间慌了，自己的魔法竟毫无作用。接着一股细细碎碎的声音响起，吓得他大惊失色。众人竟被蘑菇怪包围了。虽然最后有惊无险地将他们击杀，可他们此时已消耗了大量的体力。众人也发现这次地下城的怪物明显比平时的强大许多。多兰知道想要靠击杀怪物数量取胜是不可能的了，只能改变策略，找到 BOSS 并将其击杀。此时波姆猜到了大家现在的情况，发现小怪很难击杀之后，都会选择寻找 BOSS。迪波还以为他也是一样想着去击 BOSS， 可波姆还是想着以击杀小怪数量取胜。击杀 BOSS 并不是获胜的唯一办法，而且他感觉得到这次的地下城很危险。另一边，多兰小队竟发现了可以传送离开的传送门，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传送出去，做完标记之后就想着转身离开。突然一声声大笑从他的身后传来，绿衣男表情狰狞地大笑着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周边早已弥漫了黑色毒物，接着连忙向传送门跑去，即使只有一个人也要逃离这里。可此时在他身后毫无征兆地出现一只咧嘴的蘑菇人，周身散发着致命的毒物。下一秒多兰的表情也变得狰狞起来。此时波姆两人在河边游走，迪波心里不免嘀咕，这家伙进入地下城后一次都没有出手。突然一枚信号弹在空中出现，他们也没想到其他人找到 BOSS 后会发射信号弹。波姆敏锐地发现人群中少了多兰的小队，红金男首先发话，他们看到了多兰小队人员被彻底击杀，地下城的 BOSS 正是臭名昭著的疯狂毒蘑菇。听到这话，其他人震惊不已。面对这个 BOSS， 他们不得不放弃任务，可波姆却在思考如何将其击杀，而因为毒蘑菇守住传送门的原因，他们又不得不面对。迪波还以为波姆的火箭能够远程攻击伤害，却被他一声怒骂让他闭嘴，因为他知道以当前的实力射出的箭矢根本无法造成致命伤害，而且不仅是 BOSS， 连普通怪物都比平时所应对的都要强大。此时红金男想到了奴隶诱饵，可他们这次突袭根本没有购买。突然波姆举起了手，每人5万，30个人就是150万，如果同意他们两人将充当诱饵。这话直接把迪波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红金男却不同意，因为不是每次诱饵战术都能成功，如果吸引不了毒蘑菇，他们每人都会死，所以奴隶诱饵在高级地下城中毫无作用。接着便指着迪波，你们一个只是2环的冒险家，一个是没有环的奴隶，根本做不了什么。这话直接将迪波激怒了，
但又无可奈何。波姆却表示，如果他有更好的计划，就不会发射信号弹了。接着便要澄清一个事情，他并不是没有还。迪波看着自己手腕的一环愣住了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觉醒的一环。见状，紫发男同意了。然而他们并没有更多的货币在身上，波姆也没有过多纠结，可以出去后再点，因为他们如果无法逃脱，最终也会成为牺牲品。但是必须每个人都要同意。此时毒蘑菇在传送门旁享受美食，突然一支火焰箭矢朝他飞去，毒蘑菇结结实实的挨了一箭。波姆并不奢望一箭就能将其击杀，等他注意到他们时马上逃离，果然下一秒毒蘑菇就朝他们的方向跑去，其他人连忙跑进传送门离开。突然一群小怪迎面而来，只见迪波长斧一挥，小怪瞬间被劈成了两半。此时毒蘑菇张开了血盆大口，千钧之际，一支火箭猛然爆炸开来，另一箭却被他躲开擦肩而过。可在波姆的操纵下，箭矢在他的周围来回穿梭，可这反而激怒了毒蘑菇，眼看就要跑到一条鸿沟之上，两人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千钧之际躲开了毒蘑菇的攻击。在下坠的同时，波姆不忘射出了火箭，下一秒上方便爆炸开来。波姆知道下次的攻击必须要做好十足的准备。迪波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没想到他真的想把 buff 处理掉，直接把自己惊呆了。他们已经完成了诱饵的任务，而且火箭对他毫无作用，又该如何去面对他？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因为比赛终止，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计划。可迪波还是想知道在火箭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如何将他击杀。波姆没有说话，还是一双死鱼眼看着他。另一边，其他人已经逃出了地下城，阿比斯不得不怀疑时间是不是太快了，而且还少了几个人。紫发连忙解释，多兰小队在里面全军覆没，多亏了波姆两人充当诱饵，他们才得以逃跑出来。而且地下城的 buff 根本不是他们所能应对的。听到这话，阿比斯脸色一变，所以你们夹着尾巴跑了出来。可面对疯狂的毒蘑菇，他们也无计可施。阿比斯不再多说什么，随即转身便要离开。可传送门并没有关闭，说明波姆两人并没有死亡。可在阿比斯看来，只是时间问题，他们两人根本不可能存活下来。此时蘑菇人还在森林中游走，远在山顶之上的波姆已经做好射箭的准备，他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下一秒，箭矢爆射而出，他知道这次所面对的怪物比以往的都要强大，而且周身散发着毒物，不能靠近。然而利用心灵遥感介质使箭高速旋转，将会大幅度的增加它的穿刺效果。施加了旋转力的箭矢在树林中急速穿梭，躲闪不及的蘑菇人被瞬间击中，可箭矢并没有停止旋转，下一秒便刺穿了他的身体。即使顺利击中目标，波姆还是面无表情。本想一次击中他的头颅核心位置，此时却出现了偏差，没有造成致命伤害，接下来将会更加麻烦。果然下一秒就朝着波姆的方向跑去，有了警觉的蘑菇人瞬间躲开了下一箭，因为技能冷却时间的原因，他必须要在他上来之前将他击杀。迪波躲在树后静静看着这一幕，抓住机会拉起手中的大绳，蘑菇人直接被突如其来的变故绊倒，因此也掉入到山脚下的沼泽地。等他站起来时，全身早已沾满了污泥，由于污泥阻塞了身体上的洞口，无法再释放出更多毒物。接着迪波的长斧便朝他的头颅劈去，躲闪不及的蘑菇人被长斧击中，迪波利用绳索进行远程攻击，下一秒长斧便回到自己的手中。陷入沼泽的双脚受到影响，变得行动缓慢。迪波抓住机会再次甩出了长斧，无法躲闪的蘑菇人瞬间被击中，可对此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。波姆高速旋转的火箭接踵而至，爆发出的力量溅起数米高的淤泥，迷雾中蘑菇人的影子伫立在那里。波姆连忙让迪波瞄准头部，他收到指令后迅速甩出长斧，就在长斧砍下去的瞬间，竟被蘑菇人抬手接住，接着便一发力将迪波扯了过来。见状，波姆连忙操控一根树桩飞向蘑菇人，及时打断了他的动作。迪波凌空一跃，顺势躲开了危险，随即便游走在他周边寻找机会攻击。另一边，波姆将心灵遥感技能发挥到极致，随即蘑菇人周边淤泥四起挡住了视线，眼看迪波的长斧就要砍了下去，蘑菇人一爪而出，瞬间发起了攻击，却发现跟前空无一物。此时迪波已然来到他的身后，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砍下了头颅。就在他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波姆瞬间瞳孔紧缩，一个身影竟出现在迪波的身后，凌厉的拳头猛然将他砸倒在地，接着朝着山顶之上的波姆示威。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被砍下了头颅还能动，而且还如此的灵敏，高速旋转的火箭竟被躲开了。本想遥控树桩攻击，反而成为他的垫脚工具，一跃跃至峭壁之上，朝着他所在的位置爬去。他知道现在因为技能冷却时间只能再射出一支，没有第二次机会。站起来的迪波愤怒地举起长斧，下一秒就将长斧扔了出去，瞬间将蘑菇人砍成两截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蘑菇人的速度并没有减慢，只见波姆眼前泛起了耀眼的红光，急速射出的红光擦肩而过。此时蘑菇人的体内亮起一双红眼，接着便哈哈大笑了起来。波姆举着信号枪看着下面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头吗？迪波也没有想到刚刚那一击竟是发射的信号弹，接着便看到射出的火箭精准地击中了蘑菇人，高速旋转的力量瞬间将他击穿，紧接着便升起了巨大的毒雾蘑菇云。千钧之际，波姆利用绳索将迪波拉了上来，只要速度稍微慢点，他就被毒雾侵蚀。就在两人以为事情结束的时候，一个黑影急速飞起，蘑菇人的半截身体竟漂浮在空中，一颗红色的魔法石亮起了红光，浓烈的毒雾瞬间弥漫开来。
迅速充斥了整个空间。另一边，拉肯先生嘲笑阿比斯竟然就这样回来了，他对此感到非常抱歉。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两人吃惊地看向门的方向，波姆赫然出现在两人的眼前。在拉肯先生看来，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。他的生存能力果然和传闻一样。拉肯先生直接表示能否在百人团地下城再表现一下，这可能会很难。这一回答直接把阿比斯气毛了。自己商会的冒险家竟还挑选任务，要清楚他本身还欠着巨额债务。拉肯先生却是换了个问题：你想要什么？迪波听到这个消息，吐出了口中的饮料。他没想到波姆竟敢狮子大开口，一人500万，两人就是1000万。此时之前的突袭小队伊布鲁等人也来到了这里，对之前在地下城的行为感到羞愧，因为对方的身份而质疑他们的能力，对此感到非常抱歉，随即拿出了之前商定好的150万给了他们，同时因为感谢他们而多支付了一些。然而波姆却表示，他们只做了他们该做的，至于其他的感谢并不需要。阿比斯对拉肯先生的决定很疑惑，1000万足以可以聘请一名高级冒险家。只见他拿出了一页消息给了阿比斯，看了后阿比斯瞳孔紧缩，金魔王也会参与进去。在拉肯先生看来，战争早已开始，百人团的地下城终于开启。波姆两人的到来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。一个黄毛自称为1级冒险家，波姆直接说出来自己是 C 级，这个回答明显让他一愣，因为只有1环或2环的冒险家才能进入，一个 C 级为什么会来这里？突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，来人正是女皇的骑士团。波姆对此很是不解，为什么要和教皇的骑士合作？因为他们的名额被其他联盟挤占，现在不得不和他们合作才能得到进入的名额。女皇对这个百人地下城非常在意，随即便由骑士和他们一起进入突袭。虽然教皇可能别有用心，但是给出的条件确实不错。波姆无奈，希望真的仅仅只是合作，你们不要因为我们说了几句话就认为我们地位相同。凯莉的话让迪波很是不爽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加福商人联盟会派他们两人过来，对此他大失所望，这完全就是要放弃的意思。此时其他联盟的小队也来到了这里，绝地商人联盟的克朗库小队，媒体商人联盟的库巴尔小队，哥德里奇商人联盟娜塔莎三姐妹。此时一个红发大叔自称是这次突袭的警卫龙科，可以在众人传送出来时提供帮助，但是里面的传奇道具并不属于他们，你们将按照你们与商人联盟商定的条款获得报酬，如果发现有人私下藏匿，将视为想正面挑战我们这些 B 级冒险家。此时众人才发现眼前的这些人都已经觉醒了5环。龙科说完才让众人进入地下城，凯莉也催促波姆两人跟上自己，他必须要在这次突袭任务中取得成绩。看着他的态度，迪波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和这种人合作。波姆保持了沉默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扇门，这是他前世都未曾突袭过的地下城，但是他必须成功，因为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。这是人人都想进入的百人地下城，此刻却沦为了血腥屠杀的圣地。除了有着开启灵智的兽人，更是有着黑魔法师安排的杀手。就在众人进入百人地下城之后，进入眼帘是广袤无垠的草地，草丛却长得比人都高。凯莉却怒骂他们是来观光的吗？片刻过后便甩开了他们。此时波姆却趴在了地上，似乎察觉到什么，突然无数的豪猪出现，朝着众人急速飞奔而去。他们瞬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在传送门附近不应该有怪物才对，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。豪猪的出现将众人冲散，现在只能将他们引诱到一个有更多障碍的地方进行猎杀。波姆两人因提前准备而躲开了豪猪的攻击，迪波却很疑惑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些。根据波姆回归前的经验，会有很多这样的兽群穿越平原，而豪猪是一种平均体长为2米、具有暴力个性的怪物，它们通常组成数百甚至数千只的群体，虽然它们很难对付，但也不是不可能猎杀，只是人们并不想让过多的精力耗在这里，毕竟谁都不知道百人的地下城会有什么怪物，不会仅仅只有豪猪就会结束。在回归之前，突袭地下城的冒险家都失败了，根本不知道在里面发生了什么。就在他们想着转移地方的时候，却不小心触碰到了一个机关，瞬间一排锋利的木刺向他们刺去，幸好波姆反应迅速，不然就被百刺穿心。波姆看着机关若有所思，大家明明都是第一次进来，到底是谁做的陷阱？另一边的小队有着同样的遭遇，光头反应迅速，转身就将木刺劈开，很快众人就将陷阱清理完毕。他们也猜测到是某种怪物设置的陷阱，虽然都是设置了一些小陷阱，但他们仍然足以让人当场死亡。有着这么高的智力的就只能是兽人这种怪物，相当于洪门中的 BOSS 等级，难以应付。就在面具男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了异样的声音。当他回过神来时，那光头的头颅早已滚落在地，紧接着看到了一生难忘的画面，小队成员的头颅纷纷应声掉落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人就拿着匕首划过。只见男人一脸讥笑，真是笨蛋，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一样。另一边，一个男人坐在石头上喃喃道，虽然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，但是结果很好。此时奈塔莎三姐妹站在他的身后，可身体却动弹不得，原来是中了男人的魔法，30分钟之内无法移动。为首的大姐拼尽全力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可男人明显一愣，中了自己的魔法竟然还能说话，看起来比较危险。下一秒就用魔法杖射出火箭，他的身体瞬间被刺穿。男人竟有着和波姆一样的魔法杖，其他两人也没有想到眼前的男人竟如此果断，瞬间被吓得花容失色。而男人却是看着尸体自言自语，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？说完就站了起来，
吓得两人面露惊恐之色。只见男人猥琐地笑了起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黑魔法师绝世。下一秒，两人就被射出的火箭贯穿，可男人却像是做了一件极其无聊的事。在此之前，男人接到了黑魔法师威廉的命令，我们在黑暗中等了很久，就是为了这一刻，现在就是收获果实的时候。男人表示定不会让他失望，随即威廉拿出一根金色羽毛给了他。我不接受失败。男人知道这次任务绝不能半途而废，否则死的将会是自己，随即朝着波姆两人的方向走去。百人大型地下城的战斗迎来升级，有着开启灵智的兽人、冒险家的自相残杀，黑魔法师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。此时波姆两人来到了兽人的根据地，眼前的景象直接把迪波吓出了表情包。地下城中的兽人竟管理得井然有序，从波姆口中得知他们都是 BOSS 级别的怪物，这个信息更是惊掉了他的下巴。他们在天生强壮的基础上拥有很高的耐力，似乎还能从死去的冒险家那里掠夺物品，甚至有些变异体可以通过道具使用技能，这些完全颠覆了他的三观。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冒险家，吓得他连忙提出要和凯莉的骑士团合作。虽然他很不情愿，可现在只有他们两人根本不可能取胜。说着，他们找到了一个落单的兽人，迪波以迅雷之势砍了过去，却被他弯腰躲开，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。反应过来的兽人挥拳向后击出，迪波一个鲤鱼打挺躲闪，还没有稳定身形，兽人的拳头就接踵而至，他只能连忙侧身躲闪。下一秒，一只拳头来到他跟前，迪波以柄身为鞭，猛烈的抽击出去，及时打断了兽人的攻击，紧接着砍向他的大腿，兽人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。迪波再次发起攻击，本以为这样就能结束战斗，想不到兽人竟灵活的侧身躲过了这一击，接着便红着眼睛看向迪波，以雷霆之势挥出一拳，躲闪不及的迪波被正面击中，瞬间倒飞了出去，直至撞到树干才停了下来。幸好利用长斧及时格挡，缓冲了攻击。下一秒，兽人瞬间来到跟前，一拳挥出，直接将他身后的树干击断。迪波紧握大斧，以惊人的力量单手挥出，兽人的手臂被瞬间砍落，可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兽人另一只手抓住，接着狠狠地砸在了地上。迪波借势发力锁住了他的手臂，可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他挣脱。下一秒，迪波犹如弹簧般急速跃起，举起长斧挥向了巨人。迪波也没想到波姆真的是袖手旁观，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击杀一个，现在他不得不怀疑这次的任务。还没等他说完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瞳孔紧缩，遍地的残肢断腿，女皇的骑士团竟全军覆没。突然一道痛苦哀嚎声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一名骑士捂着伤口躺在树下，波姆两人还以为他们是受到兽人的袭击，但从他的口中得知事情并不是那样，而是黑魔法师的追随者做的。在此之前，阿比斯对黑魔法师参与百人地下城的事情感到疑惑，他们可以进入一些其他人无法进入的未知之门，因为大门会在他们离开后消失，所以他们所做事情的证据也会随之湮灭。但是这次各大联盟的精英都会参与进去，如果事情泄露出去，他们必将会遭到各大联盟围剿。此时黄毛却表现得痛心疾首，因为凯莉亲口承认他就是黑魔法师的追随者，认为他在进入传送门时下达的命令就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一答案出乎波姆两人的预料，他们所说的黑魔法师就是800年前的一位超然者，他的众多追随者威胁着枫叶世界，以一己之力对抗枫叶世界的6个英雄，可最终还是被他们镇压封印，至此战争呈现一边倒的趋势，这是枫叶世界人尽皆知的事情，所以大家对黑魔法师并不友好。随即波姆说出来了自己的想法，现在并不是担心怪物的时候，而是要找到凯莉骑士，但要做好见面时就要战斗的准备。黄毛表示这正是他所想的。另一边，凯莉正在急速逃跑的路上，突然一道身影阻止了去路，之前击杀小队的魔法师和卫衣男出现在眼前，两人一脸讥笑地看着凯莉，多亏了豪猪的出现将队伍冲散，他们才能实施计划。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收到礼物了。凯莉无话可说，毫不犹豫地拔出了自己的佩剑。此时迪波搀扶着黄毛，告诉他不必过于担心，黄毛却是满脸的微笑，可另一只手早已紧握散发魔气的短刃。男人只是出现在战斗现场，就让众人感到无比震惊。百人地下城的战斗迎来了升级，即使面对数十人仍然不落下风。然而就在不久前，迪波还在搀扶着黄毛寻找凯莉骑士，而黄毛的目的终于暴露。就在他拔刀插向迪波的瞬间，千钧之际，一支火箭贯穿了他的手臂，断臂的疼痛让他跪倒在地。迪波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波姆则表情淡然地看着这一切。迪波转头看向了波姆，他还没有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而黄毛见计划败露，表情惊恐着看着两人。一切如波姆所料，眼前的黄毛才是真正的叛徒。接着只见波姆射出了火箭，非常抱歉，我没有信任别人的习惯。另一边，凯莉的蓄力一击竟被卫衣男提剑格挡，此时更多的黑魔法师追随者参与其中，只见一人一跃而起。与此同时，凯莉身后出现耀眼的光芒法阵，一击之下竟将对方拦腰斩断。这一击之后，凯莉喘着粗气，脸上露出了疲态。只见魔法师发起了命令，所有人对着凯莉冲了过去，可下一秒便有人头落地。凯莉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想不到及时赶到竟会是自己没放在眼里的迪波，而波姆两人的出现则意味着黄毛的任务失败了。由于波姆两人的加入，
他们这些自认为的精英只能参与战斗。凯莉虽然提醒他们的厉害之处，可迪波却表现得异常兴奋。面对急速冲来的众人，他连忙侧身躲闪，同时顺势挥出了长斧。就在他想着第二次挥动长斧的时候，一支火箭擦肩而过。与此同时，身后出现了手持利剑的身影，躲闪不及的迪波被利剑划过。接着一人再次从天而降，挥出一剑。关键时刻，凯莉及时提剑格挡，怒骂迪波到底在干什么。下一秒，迪波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后，长斧一挥，直接被砍成2截。接着一人手持长矛冲了过来，却被迪波轻松躲开。只见他挥动长斧，直接将对方击退数米。对方没有想到迪波竟会如此强大。突然，一个人影从对方身后急速飞来，竟是被凯莉一脚踢飞。你们管这叫做精英吗？此时魔法师已经施法射出箭矢，迪波也没有想到对方竟使用和波姆一样的魔法杖。面对急速飞来的火箭，一时之间没有做出反应，下一秒便瞬间爆炸开来。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火焰消散后，波姆出现在众人的眼前。魔法师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在自己的火箭攻击下竟能安然无恙。只见波姆单手一挥，他竟控制着诱饵吸引豪猪来到了这里。接着一群2米长豪猪冲了出来，这一幕直接把对方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眼前的2人初次交锋就火力全开，各种技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稍有不慎自己便可能命丧黄泉。在波姆决定与黑魔法师对决后，他选择了与自己同为魔法属性的法师。双方火箭直指对方，面对急速飞来的箭矢，波姆连忙飞身躲闪，同一时间瞬发了一支火箭射向对方。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实力，可没有想到对方竟硬抗了他的火箭，随即而来的爆炸泛起了阵阵烟尘。突然一个东西急速朝他飞去，等飞到眼前时，此时波姆才清楚是一颗石头。在他愣神之际，对方已然来到他的身后，身体的条件反射让他躲开了攻击。2人再次拉开距离，对方也没有想到波姆能够躲开，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，可波姆还是一言不发。只见对方释放出一支火箭，波姆同时瞬发火箭并心灵遥感使剑高速旋转，因为在正常情况下，他知道自己的箭矢根本不可能与之抗衡，此时却有了一丝可乘之机。下一秒，2股的力量瞬间爆炸开来，2人中间出现了一个大坑。魔法师没有想到波姆竟用心灵遥感让箭矢高速旋转，他不得不承认波姆就是个天才。紧接着释放一支火箭再次朝波姆射去，波姆连忙操控一个石块抵挡，可普通的石头根本无法抵挡片刻，他只能连忙飞身跑开。与此同时，他对着魔法师方向使用了心灵遥感，一支火箭竟出现在对方的身后。原来波姆利用石块被击碎的瞬间释放了火箭，火箭在波姆的操控下飞回，但还是被对方躲闪。紧接着火箭在空中穿梭追击着对方，疲于躲闪的魔法师抓住机会再次释放火箭，高速旋转的箭矢在波姆手中射出，2股能量碰撞再次炸裂开来。借此机会，对方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，脸上露出了一脸讥笑，利用手中的戒指释放出一阵绿色的毒雾，毒雾瞬间将波姆包裹，接着便蔓延了整个森林。毒雾消散后，波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魔法杖也掉落在地。原来被此毒雾侵蚀，可控制对方30分钟内无法移动。魔法师随即拿着短刃走了过去，表情更是发生了扭曲。突然波姆却有了动静，还来到了他的眼前，一拳便砸在他的脸上，强大的力量让他的脸都发生了畸形，一拳之下直接被打懵逼了。时间回到他们进入地下城之前，多喝了几杯的迪波说出来当时在蘑菇人地下城的最后一幕。在蘑菇人释放出大量毒雾的时候，他竟利用心灵遥感戒指的特殊空间来吸入空气中的毒雾，最后他们才得以逃脱。此时魔法师犹如沙包一般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措手不及，雨点般的拳头在他身上落下，最后一拳直接将他击飞出去。在心灵遥感的操控下，魔法杖回到了波姆的手中，随即立马释放了一支火箭，而对方还在痛苦的哀嚎着，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贯穿了身体。